我成日都提嘅啦，無論咧你幾時去到邊度，你都唔可以停止投資。咁你就算人喺香港啊、美國啊、移咗民去英國啊，或者打算去英國啊，好似我咁去咗韓國，去到任何一個國家，你都唔需要停止投資，因為咧持續投資再加埋呢個複息嘅效應咧，先係可以幫你長時期幫你達成呢個咧財務嘅增值。最終咧可以令到你財務自由。最近咧有唔少香港人咧移居咗去英國，或者打算去移居英國。咁我都收到唔少嘅 message， 好多人咧都希望我同你哋介紹下講一講英國嘅投資機會。所以今日咧我就揾咗 Saso 咧贊助今集嘅內容。佢哋咧非常之明白香港人咧去海外嘅投資需要，所以咧好支持今日咧 Ring is Here 嘅英國投資特輯。今集嘅內容咧分兩部分，第一個咧就係講返英國嘅投資101有乜嘢我哋需要知道，有啲乜嘢我哋需要注意呢？第二部分咧我就會介紹返英國嘅投資機會，包括咧一啲公司嘅股票同埋 ETF 嘅介紹。喺度都提一提大家啦，今集嘅內容咧純粹係我自己做嘅資料搜集啦，係一個分享嘅作用，就唔係一個咧證券買入同埋賣出嘅建議。投資有風險，記得咧喺做投資之前咧自己做功課啦。Saso 咧係一間持牌嘅丹麥銀行，全球咧主要嘅大城市咧都有佢哋嘅辦公室，包括香港、倫敦、新加坡、悉尼同埋東京等等。咁喺 Saso 一個平台咧，基本上就可以買到全世界主要市場嘅基金啦、股票、債券同外匯等等。當然啦，當中亦都包括今日會傾到嘅英國嘅 ETF 同埋佢嘅股票。喺我開始之前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啦，同埋訂閱。好，第一部分咧就係英國投資101，我哋有啲乜嘢係必須要知道嘅咧？第一，倫敦交易所 LSE 咧，同大部分嘅國際級嘅交易所一樣，外國人咧係可以購買當地上市嘅股票嘅。第二，你要知道嘅咧就係英國嘅本土公司亦都可以喺其他國家嘅交易所上市，例如美國嘅 ADR 市場同埋歐洲各大嘅交易所。最典型嘅例子就係匯豐啦，佢英國同埋香港嘅交易所咧都有上市。第三，依家要教一教你哋咧點樣睇返英國股票嘅價格啦。大多數嘅國家嘅股票咧，佢哋都係用當地國家嘅貨幣單位去定價嘅。咁譬如美股咁啦，如果一隻股票價值係$50、$50嘅話咧，呢隻股票咧就會被描述為價值$50.5啦。但係喺倫敦交易所上市嘅股票咧，都係用 GBX 去作為呢個股價單位，就唔係 GBP。GBX 即係 Great British Pounds， 即係便士啦。一個便士咧就等於1/100英鎊，所以價值500 pence 嘅股票喺交易所上面咧，佢哋嘅定價就會被寫為5050 pence。咁由於大部分嘅股票咧，淨係值幾個英鎊啦，所以咧都 make sense 嘅，因為佢哋會用較細嘅貨幣單位咧，係一個比較實際嘅做法，所以佢哋就用 GBX 就唔用 GBP 啦。倫敦交易所咧對股票嘅交易數量咧，佢係冇一個整數嘅限制嘅，單位數嘅個別股票咧，亦都可以自由交易。所以咧，佢哋嘅買賣可以細到得一股，或者去到好大嘅萬股都可以做交易嘅。第四就係如果你係身處喺外地嘅話，想買英國嘅股票咧嘅外國人，必須要特別注意呢個外匯手續費啦。所有嘅交易都要轉換做英鎊去做結算，所以當中咧你會牽涉到咧兩個唔同國家嘅貨幣嘅轉換。外幣手續費咧就要視乎你依家用緊嗰個金融機構啦，或者你嘅券商咧係要 charge 幾多啦。第五就係咧，好多人都關心嘅稅務問題啦。咁呢個亦都係我收到咧最多人問嘅問題之一。喺度都提醒一下啦，我一陣咧講嘅內容咧就唔係一個稅務嘅建議，我自己咧就唔係一個稅務顧問，亦都唔係會計師，所以呢個稅務內容咧純粹係我自己做一啲個人搜集之後所得出嘅資料咧，同你作一個分享。咁我當然啦，希望當中咧就冇錯漏啦。咁如果真係有錯嘅話咧，都麻煩大家咧可以留言糾正一下。咁所以咧，我都會建議啦，有關個人嘅稅務問題咧，請你同一啲專業嘅稅務顧問咧去查詢。第一個稅項就係印花稅，或者咧叫印花稅儲備稅 （Stamp Duty，SDRT）。投資者喺買所有嘅英國股票咧都要俾嘅一個稅項。當你買呢個英國股票嘅時候，呢個交易會通過呢個英國嘅電子結算系統 CREST。通過佢嘅結算系統嘅時候咧，你就必須要支付交易價值嘅0.5% 作為呢個印花稅嘅儲備稅 SDRT。咁你要小心啦，有啲咧股票嘅券商咧 broker 佢哋就話咧 no stamp duty 冇呢個印花稅喎。
但係咧佢可能咧就係將呢個成本咧轉嫁咗喺呢個買賣差價中咧抽取呢啲佣金，或者呢個碼價咧係再大啲，咁咧從而咧就幫你代表你去交稅。所以咧基本上就算佢哋話 no stamp duty 嘅券商，其實就唔係冇稅嘅，只不過佢將呢個成本咧喺某啲地方咧轉嫁咗俾你。第二個稅項咧就係 dividend tax， 即係股息稅啦。除咗你自己個人所得嘅稅務免稅額之外咧，其實每個人咧每年都會得到呢個股息稅嘅免稅額嘅。如果你喺呢個納稅年度咧賺取嘅股息係低於佢嗰年訂立嘅門檻咧，你就唔需要支付呢個股息稅啦。咁例如啦，如果你嘅股息咧喺呢個納稅年度裡面咧，應該就可以得到2000英鎊嘅股息免稅額嘅。當中呢2000英鎊咧，你就唔需要付呢個股息稅。咁截至到咧呢個2021年嘅11月咧，其實英國嘅稅制咧係分3個等級嘅。第一個等級咧就係英國基本稅率納稅人啦。咁呢個基本稅率嘅納稅人咧就要交7.5% 嘅股息稅。咁至於高稅率嘅納稅人咧就要俾32.5% 嘅股息稅。而咧最高級嘅級別咧就係附加稅率納稅人啦，佢哋要俾成38.1% 嘅股息稅。另外一個稅項咧就叫做 capital gains tax， 即係咧資本利得稅啦。資本利得稅咧所收取嘅稅咧係來自你嘅利潤，而唔係你出售你個投資咗嘅資產嘅價格。即係話咧，只係會喺你獲利嘅時候咧先會抽嘅稅。如果你蝕咗嘅話咧，蝕咗無論係房地產嘅投資或者係股票上面嘅投資，你都唔需要交呢個 capital gains tax 嘅。簡單講句，只係會喺你個買賣差價，而你又出現咗利潤嘅時候咧，先會被徵稅。不過咧，你其實呢個 capital gains tax 咧都有一個個人嘅津貼嘅。如果以2021年至2022年嘅財政年度嘅津貼咧，就係講緊12300個英鎊。如果你係低於呢個利潤嘅話咧，你係無需要繳付呢個CGT 嘅。但係如果你真係要俾呢個 capital gains tax 嘅話咧，你就要按10% 或者係20%去徵收啦。咁呢個具體咧係取決於你本身係屬於邊一個級別嘅納稅人啦。例如係基本稅率納稅人啦，定係高級稅率嘅納稅人啦，或者係附加稅率嘅納稅人。咁至於退休金咧，本身係一個稅務優惠嘅產品，就唔需要咧繳交任何嘅股息稅或者資本利得稅嘅。咁喺英國上市嘅外國公司嘅股票咧，亦都係免稅嘅。簡單講句，即係話，如果有間美國公司去到英國嘅倫敦交易所上市的話咧，你買咗呢間公司嘅股票，你都係免稅嘅，可以。好，第二部分咧，我就會介紹咧英國嘅投資機會啦，包括咧個別公司嘅股票啦，同埋 ETF。咁咧，我都會同你哋一齊睇一睇咧呢啲公司股票同埋 ETF 佢自己嘅基本面啦，同埋一啲分析嘅。咁如果你想了解乜嘢係 ETF 咧，其實我喺呢兩段嘅豬影片咧都有介紹過啦。呢兩段嘅豬也會嘅投資組合咧，裡面就係介紹咗我點樣通過投資喺 ETF 上面，幫你砌翻一個咧適合你自己風險程度嘅投資組合。咁有興趣咧，你可以 click 翻呢兩段連結咧去睇一睇。咁其實咧總括嚟講，我自己咧係會建議所有豬啦，或者係新手投資者，或者一般嘅大眾對投資冇認識嘅人咧，我都會建議你先用呢個 ETF 整合咗自己嘅投資組合，平衡風險，然後先做一啲咧個別股票嘅投資。所以咧對我嚟講，要投資喺整個嘅英國股票市場，最簡單嘅方法咧就係投資於佢哋嘅大盤指數啦。即係咧通過使用呢個 ETF 交易所買賣基金，去買起咧喺呢個英國指數裡面咧各大公司嘅股票。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非常之低成本嘅投資方法。喺英國嘅股票市場上咧，有4個指數係追蹤大市嘅，包括 FTSE 100富時100指數。呢個富時100指數咧係追蹤緊全英國頭100大嘅公司嘅股票，而跟蹤呢個指數嘅 ETF 咧有5隻。第二個指數咧就係 FTSE All Share 啦，佢咧就會追蹤咧所有進入倫敦交易所主要市場嘅英國股票。跟蹤呢個指數嘅 ETF 咧就有2隻。好，第三個指數咧就係 MSCI UK 指數啦。呢隻 MSCI 旗下嘅英國指數咧就係追蹤緊英國大型同埋中型，即係 large cap 同埋 medium cap 成分股嘅表現。跟蹤呢啲指數嘅 ETF 咧就有2隻。最後咧就係 Morningstar UK 指數啦。呢隻指數咧就會追蹤英國 large cap 同埋 medium cap 嘅股票嘅表現。
跟蹤呢隻指數嘅 ETF 咧就有一隻，咁跟蹤緊呢啲被動型嘅指數基金咧，佢每年嘅手續費大約個 range 咧就係0.04% 至到0.33% 左右啦。喺金融學裏面咧就叫 TER， 即係 Total Expense Ratio 啦。咁喺英國咧熱門啲嘅 ETF 就有幾隻嘅，包括 SPDR、FTSE UK All Share、UCITS ETF， 另外就係 Vanguard FTSE 250、UCITS ETF， 同埋咧 iShare UK Dividend UCITS ETF。佢嘅年回報咧講緊29.22%，咁一陣咧我都會同你哋分析一下。最後一隻咧就係 iShare MSCI UK UCITS ETF 啦，佢一年回報咧係講緊14.13%。咁頭先我講嗰幾隻咧就係英國境內最熱門嘅 ETF 啦。咁依家咧我就會同你哋睇下我自己個人咧比較睇好，同埋咧覺得佢哋嘅回報都唔錯嘅兩隻 ETF。咁亦都係覺得咧佢哋非常之適合豬同埋新手去買賣嘅。第一隻 ETF 都係我頭先提過噶啦。呢一隻係一個大型保守啲嘅 ETF， 就係 iShare MSCI UK UCITS ETF 啦。呢隻咧係追蹤緊富時100指數 FTSE 100咧裏面最大型嘅英國公司頭100家。好，依家我哋入到咧 set 數嘅平台睇一睇啦。第一隻咧就係 iShares 嘅 MSCI UK UCITS ETF。咁佢依家嘅交易價咧就係11,897個 pence。咁咧 set 數嘅平台裏面咧都好齊㗎啦，有好多嘅資料可以睇到圖表啦。佢嘅一年嘅 return 咧，一年係做緊14.13%， 3年咧係19.86%。咁亦都可以睇翻佢 profile 啦。呢隻 fund 嘅成立日期 inception date 咧就係2010年1月12號。咁主要咧係睇翻 UK 大型嘅 equity large cap 嘅公司嘅股票，當中咧有99.24% 咧都係 equity 即係股票。佢嘅 ongoing charges 咧，即係我哋平時美股就成日叫 expense ratios 啦，就係0.33%，咁係好平嘅一隻 fund 嚟嘅。咁佢嘅公司咧就係 BlackRock 啦。咁呢度要睇一睇啦，佢嘅 domicile 嘅 country 咧係 Ireland。點解要特別提一提咧？因為咧喺愛爾蘭成立嘅 fund 咧，對英國嘅境內投資者咧係有一啲好處嘅。咁我一陣咧再解釋。頭先我都有提過啦，點解喺愛爾蘭 domicile 嘅 ETF 咧對英國投資者嚟講係有啲獨特嘅優勢咧？最大嘅優點咧，投資喺英國嘅 ETF 咧，就係本身如果你係以一個個人投資者嘅身份去投資嘅話咧，呢啲 ETF 咧都係免徵收呢個印花稅嘅。而如果英國投資者投資係咧Ireland 同埋 Luxembourg domicile 嘅 ETF 咧，都係可以獲得呢個收入免徵預扣稅，即係咧簡單講句，你嘅 dividend 同埋 capital gains tax 咧都係免稅嘅。所以咧，因為呢啲原因，好多英國嘅當地嘅人咧，都係專揀一啲咧 Ireland 同埋 Luxembourg 成立嘅基金咧去投資嘅。介紹嘅亦都係喺愛爾蘭 domicile 嘅 ETF， 就係 iShare UK Dividend UCITS ETF 啦。對於一啲咧中意收取利息賺被動收入嘅投資者咧，呢一隻 ETF 咧就好有吸引力啦。好，依家我哋睇緊第二隻啦，就係 iShares。亦都係 BlackRock 嘅 UK Dividend UCITS， 咁依家佢嘅交易價格係772個 pence， 咁呢度咧亦都睇到佢基本圖表啦。一年嘅 return 咧比頭先嗰隻比較嚟講咧係更好嘅，咁一年咧佢做緊29.22%， 3年咧就係30.3%。咁呢隻 fund 嘅 objective 咧喺度就寫咗啦，主要係幫投資者咧提供一個 total return。咁呢一隻基金咧，除咗幫你賺被動收入之外咧，亦都會幫你賺價位，即係 capital gain 啦。咁呢度睇一睇佢 profile 啊，98.28% 喺呢隻基金裏面咧都係 equity 股票。佢嘅 inception date 咧成立於2005年11月4號，裏面咧亦都包含 UK 嘅 large cap 啦，最大型公司嘅股票。呢一隻嘅 expense ratio 咧係0.40，咁比頭先嗰隻0.33係高少少，但係我會講，如果低過1% 嘅 expense ratio 咧，都係一個好低好實惠嘅基金嘅管理費嚟㗎啦。同頭先嗰隻一樣，亦都係咧喺愛爾蘭成立嘅呢隻 fund。咁呢度咧有 document 一欄啦。咁如果投資者想了解多少少成隻基金嘅裡面嘅內容咧，其實呢度有 key information document 嘅。咁你只要 click 咧，亦都可以 download 翻咧呢隻基金嘅 prospectus 或者一啲基金嘅重要資料啦。咁呢啲資料咧都係
需要向 FCA 去提交嘅，去披露。咁所以咧，裡面嘅資料係好準確嘅。咁我覺得呢個平台咧，其中一個好處就係資料好齊全啦，一站式你可以自己 download 翻啦啲嘢。好，呢度咧我都要俾多少少資料你哋。其實所有嘅歐盟居民同埋英國居民咧，淨係可以購買有 UCITS 認證嘅 ETF。UCITS 咧，其實我喺另外一段影片有教過啦，喺呢度，咁你都可以學一學。咁咧呢個 UCITS 咧，基本上係好嘅認證嚟嘅，純粹係一個比較想保障翻歐盟嘅居民咧，佢哋投資權益，減低咧當中嘅風險。啱啱以上嘅兩隻 ETF 咧，都可以喺 Saxo Trade 嘅投資平台裏面咧可以買到。好，講到咧呢個個別公司嘅股票啦，如果你自己係比較中意投資喺個別公司嘅股票上面，其實 Saxo 呢個平台咧都可以買埋咧喺倫敦交易所上市嘅公司嘅股票嘅。咁我今日咧都會抽幾隻大型嘅藍籌股同你哋研究一下。第一隻就係 LSEG London Stock Exchange Group PLC。咁同港交所一樣，倫敦交易所咧亦都有上市。倫敦證券交易所、香港證券交易所以及呢個紐約證券交易所咧，都係並列為世界3大嘅證券交易所。咁倫敦交易所依家個價格咧就係7068個 pence。咁如果你睇個別股票咧，其實呢個平台俾嘅資料會比 ETF 更加多嘅。咁我依家同你哋一齊睇一睇。咁除咗基本嘅圖表之外咧，佢亦都會有股票嘅開市高低啦，佢嘅 trading volume。仲有佢一年嘅 return 咧係負21.62%， 3年嘅 return 咧係68.05%。其實我介紹呢隻股票咧，其中一個原因主要都係見到佢好平啦。咁依家係正處於咧呢個股價嘅低位咧，咁其實依家入市咧，其實嗰個上望嘅幅度會比較高啦。咁亦都有可以睇到佢哋嘅 news 啦。咁 ETF 裏面咧就冇呢個選項嘅。個別股票咧，你就可以追蹤翻每一間公司唔同嘅新聞喺度。咁最新你都會見到啦，佢同 State Street 咧 expand 緊佢哋嘅合作嘅伙伴關係一啲 agreement 啦。咁另外咧，你都見到佢而家收購緊咧一間公司叫 Quantile 啦。咁呢間公司咧，其實係做 portfolio management 啦，做一啲 margin 啦，同埋做一啲場外嘅壓縮交易啊、OTC trade 等等啦。咁你可以見到倫敦交易所係持續擴張緊佢哋嘅業務啦。好，依家咧亦都可以睇一睇分析師對呢一隻倫敦交易所嘅股票嘅 consensus 咧，佢哋嘅睇法啦。咁佢哋俾嘅 target price 咧係8941蚊。講緊咧 return 係26.51%，佢哋俾出嘅 rating 咧係 buy 買入嘅，13位分析師都係俾買入嘅評級。咁呢度亦都可以睇到嘅 fundamental 啦。咁佢可以睇一睇啦 ，PE 嘅 ratio、PB ratio。佢亦都係一隻有派息嘅股票，做緊1.09% 啦，每年嘅派息率。咁佢嘅 dividend payout ratio 咧，我以前有介紹過㗎啦。乜嘢係 dividend payout ratio？ 咁我擺翻條 link 喺下面，你哋可以學一學啊。咁佢嘅 payout ratio 咧係72.63%。咁對我嚟講咧，一個係健康嘅 payout ratio 嚟嘅，唔過高啦。咁對股東嚟講，同埋一啲想賺股息嘅投資者嚟講咧，呢個 payout ratio 都係吸引嘅。下面亦都可以睇緊佢5年過去嘅 financials 啦。咁 based on 佢 financial， 佢哋都有做一啲 ratio 嘅計算啦，包括佢嘅 price to sales ratio 啦，同埋咧 ROE return on equity， 咁都係一隻好平穩、好穩定嘅公司嘅股票啦。咁對一啲入門啊，或者係想尋求一啲穩定派息同埋咧穩定增長嘅公司咧，依間咧係一個唔錯嘅選擇。第二隻我要介紹嘅個別公司嘅股票咧，就係 AstraZeneca 啦。相信大家咧，即使唔係太清楚呢間公司詳細嘅業務咧，但係至少都聽過佢有製造呢個 COVID-19 嘅疫苗。咁依家佢嘅 AstraZeneca 嘅疫苗咧，就係佢同牛津大學一齊研發出嚟嘅。AstraZeneca 咧就係一間全球生物製藥公司。咁其實佢哋唔止咧係發展呢個疫苗嘅，佢哋亦都咧致力於呢個處方藥物嘅研究同埋發展，作呢個醫療用途。咁佢哋咧專注喺3大治療嘅領域，包括腫瘤啦、心血管、腎臟代謝啦，同埋呼吸道同埋免疫系統嘅。好啦，而家睇 AstraZeneca 啦。佢做緊交易價格咧係8399個 pence， 咁依家咧亦都係可以同你哋睇一睇佢圖表啦。呢度俾咗一個 trade signals 嚟嘅，呢個係一個 Saxo 嘅其中一個幾好嘅 function 啦。對一啲做好頻密交易嘅 traders 嚟講咧係幾有用嘅一個 function 嚟嘅。咁佢會俾翻一啲 pattern 嘅 breakout 啊，或者係形成緊嘅一啲信號你啦，咁等你留意翻呢隻股票未來嘅短期內嘅走勢嘅。咁佢亦都有好齊全嘅資料，包括佢嘅開市嘅高位、低位啊、trading volume。
亦都會見到咧佢今年嘅 return 係幾多啦，負3.22，一年嘅 return 係12.36。3年嘅 return 係39.87%。咁 AstraZeneca 咧同其他好多嘅醫藥啊同埋疫苗股咧都係近一兩年都係受追捧啦。咁呢度亦都會見到佢有唔同嘅新聞啦，例如一啲重要嘅消息佢會擺一個 hot 喺度啦。咁佢同邊一啲公司簽咗一啲合作啊或者戰略夥伴嘅協議啊，咁對投資者嚟講係一啲重要嘅訊息啦。咁呢度咧分析師俾佢嘅預期價格就係1168。咁呢度咧都睇一睇啦，其實 consensus 嘅 target price 咧講緊指緊股票嘅未來嘅12至18個月裡面嘅目標價格，咁就唔係講緊咧幾日內或者幾星期內嘅目標價格。咁咧，如果你係一個短線嘅買賣嘅話咧，呢度嘅 target price 可能對你嚟講意義不大，但係對投資者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參考嘅資料嚟嘅。22位分析師都係俾買入嘅 rating 啦。Fundamental 裡面咧亦都可以睇翻佢嘅 PE 啦、P/book 啦，咁亦都可以睇一睇佢嘅 dividend 啦。大部分醫療股其實都比息嘅，咁2.41% 咧嚟講，對我自己買開嘅醫療股嚟講就唔算高，但係咧以 payout ratio 嚟講啦，213%，其實佢已經係 payout 好多噶啦。但係都要留意啦 ，payout ratio 咧唔係越高就越好嘅，係一個咧反映緊佢幾重視股東對派息嗰個情況啦。咁但係咧派得太高息，有陣時咧會影響到公司嘅營運資金啦，同埋佢未來擴張嘅資金嘅能力嘅。咁大家要留意啦。咁又睇翻佢5年嘅 financials 啦，亦都可以睇翻 ROE 啦，佢 return on equity 咧喺2020年受惠於呢個疫苗同埋疫情嘅影響之下咧，佢嘅 ROE 係創咗幾年嚟嘅高位啦。好，第三隻咧我要介紹嘅個別公司股票咧就係 Barclays 啦。Barclays 咧係英國最古老嘅銀行，佢喺英國、歐洲、美洲、中東以至係非洲咧都有業務。Barclays 咧都係我其中一隻比較中意嘅英國嘅銀行股啦。咁佢依家嘅交易價格係205個 pence。咁睇翻佢哋咧，呢度有個 trade signals 啦。佢提你哋啦，有個 triangle 嘅 pattern 咧已經 break out 咗。咁咧佢就喺個平台裏面咧就即刻俾一個提示啲 traders 啦。咁佢呢度亦都睇到 trading volume 啦，地下地路一年嘅回報咧非常之好，係31.47%， 3年嘅回報係32%。Year to date 啊，淨係今年幾日嘅 trading day 都有9.76% 嘅回報。咁 Barclays 咧係一個國際級嘅跨國型嘅大型銀行啦。咁總部喺英國，佢而家嘅 market cap 咧係34.3個 billion 嘅英鎊。咁我會建議投資者咧係真係要去時時跟蹤公司嘅新聞嘅。如果你要投資呢隻股票咧，咁呢個平台都會幫到你咧，可以時時刻刻咧可以 refer 翻啲 news 啊咁樣啦。Analysis 咧睇翻啦，分析師俾個價格咧目標價格係245，講緊係大約19.8% 嘅回報。咁呢度咧要留意啦，佢都講咗係 overweight。依家個價格咧係升幅過急，咁但係咧15個分析師仍然係俾緊 buy 嘅買入嘅 rating 嘅。咁我之前喺唔同嘅影片亦都介紹過㗎啦，喺呢個加息週期裏面咧，我自己仍然會適當咁樣持有一啲銀行股啦。咁因為係銀行嚟講咧，喺呢個加息週期裏面都係會受惠嘅。咁睇翻個 fundamentals 啦，有 PEB 啊，佢亦都係一隻派息嘅銀行股啦，1.46%。咁佢 payout ratio 就唔算高，9.38%。咁咧銀行股嘅 payout ratio 咧，其實通常唔可以同醫藥股去比啦。醫藥股係通常係非常之高嘅佢嘅 payout ratio。咁因為銀行咧就係一個傳統嘅價值股行業啦。咁一啲成熟發展咗嘅銀行機構咧，佢哋嘅 payout ratio 咧大概都係做緊呢啲咁嘅百分比嘅啫。咁呢度睇翻佢5年嘅財報啦，咁 ROE 咧都係平穩啦。咁喺2019年咧就4.62% 係較高。頭先我提到嘅無論係公司股票啦，同埋 ETF 咧都可以喺 Saxo 嘅平台裏面咧可以買賣。如果你想咧係 Saxo 開戶咧，你可以 click 翻下面 Ring is Here 獨有嘅 Saxo 回贈優惠嘅連結。咁喺度咧都特別提一提你啦，如果你係有興趣開立呢個 Saxo 嘅離岸戶口咧，記得要快啲去開啦，因為咧我聽聞 Saxo 咧即將會提高翻佢哋離岸戶口嘅開戶門檻。好，今日咧我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我呢段影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啦、留言、share 同埋訂閱。下次再見，拜拜。